大家好，我叫徐前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就是，我大概是10年前开始做这个 WebGL 移动端这一块的，啊，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差不多在中国吧，就是移动端 WebGL 支持率在50%左右，啊，其实是刚那个顾阳老师讲到这个，跟今天那个 WebGPU 的现状有点像啊，就是，包括 WebGPU 的这个前景啊，我这10年体验下来，我感觉 WebGL 确实这10年发展非常迅速，到今天基本上所有的手机都已经支持 WebGL 了，啊啊但今天我不是来讲这个 WebGL 或者 WebGPU 的主要是 WebGPU 这一块我们还没有沉淀特别足的经验，希望明年能够来讲。那我今天呢，主要是来讲一下 WebXR 这一块的。哎呀，我也遇到了翻页笔的问题，没关系。那我今天的话主要是讲这3大块吧，因为我是做3D 引擎的，或者叫图形引擎然后或者也叫游戏引擎这一方面的。然后我会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里面的包括一些业务和技术的一些背景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点东西。然后第2块的话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 Web 3D 引擎中的XR 框架的设计我知道明天也有一些 Web XR 的这个嘉宾老师会介绍一下，今天我就可以顺便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预热然后最后我会讲一下这个进行中的一些事项，这一块就是最后做个收尾。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业务诉求吧，因为我们在那个支付宝那边会接一些这种比如说偏一些政府事项一些这种事比如像今年的亚运会那这一块的话会有这种 AR 的这种需求第2块的话，比如说像每年的五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比如说像这种在 AR 的这种环境下面去写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字，然后转化成一个3D 的一个形态然后用户的话就可以跟它做一些交互，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是五福。然后第3个的话，比如说像支付宝经常会做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是重庆龙牙洞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活动会做这种AR 扫码的这种AR 扫一扫，比如扫一下这个龙牙洞的这个龙牙洞的这个图这个建筑就可以出一个很酷炫的一个3D 效果。然后还有一些像这种医院地铁之类的，它会有一种空间导航的这种一些需求这个很常见大家去过医院都知道是吧？找一个某一个科室什么都会比较困难。那支付宝在这种民企这种就是政企这种医院这种相关领域也有 AR 的应用。那介绍完一些业务背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引擎叫 Galaxy Engine 这个是一个大概17年开始写的一个专注于移动端 Web 的一个3D 引擎它是一个实体组件化架构的如果大家不知道实体组件化架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像 Unity 这种 Add Component 这种 API， 那它就是一个一个实体组件化架构包括像现在的一些3D 引擎除了 3GS 吧，比如说像 Play Canvas 还有Babylon JS 都是实体组件这种架构的。那我们这个引擎是在21年开源的那我们这个引擎为什么会去选择这样一个 WebXR 的这个技术呢？第一个就是说，本身我们这个引擎是一个 Web 的引擎那和我们这个引擎 Web 技术是天然融合的，然后能够达到一个一体化的开发体验。那第2个的话，我觉得是Web 技术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过去的几十年已经证明 Web 的一个标准，它的考虑是非常严谨的。那我们公司的话，前端工程师其实是这种业务的一个比较
重要的一个开发的一个主力。那对于三方来说的话，他们也更喜欢是用一个标准化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私有的技术去开发这个应用啊。那我们也想面向未来，比如说像面向这种苹果的 Vision Pro 啊这种下一代的这种眼镜的硬件去做一些技术布局。那 Web2 其实是在眼镜生态也是兼容的比较好的。那前面是一些 background 啊，我接下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引擎里面 XR 框架这一块的一个设计啊，这一块的话，我们从最下面开始看好了。最下面这一块是一些 XR 的一些 platforms， 也叫或者叫 XR backends 啊。其实除了 Web2 之外，我们也会去兼容我们内部的，像我们叫 OntXR 的一个 backend， 还有包括像微信的VK Session 啊，这些我们是希望是说，在引擎这一侧，不光是说能兼容 Web 叉这样的一个backend， 而是希望一处开发能够导出来之后，再比如说像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这些平台都是能够去用的啊。那在上面的话，我们的核心层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些一些基础的 feature 啊。这一块的话，是我今天待会儿会详细展开会讲的，在上面的话，我们会做一些 toolkit， 就是更高级的一些功能啊，在上面的话是一个编辑器，就是一个可视化的可以交互的一个编辑器啊，帮助用户快速的去生产 VR 内容。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XR的一个我们框架里面的 API 吧，比如说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球能反射周围这个天空盒的一个材质啊，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最上面的话就是先会new一个XR device 啊，然后指定一下这个空间中的一个原点啊，这是XR中的一个概念 origin， 然后接下去的话就是创建一个相机，把这个相机引擎的相机和硬件的这个相机做一个绑定啊，最后就是进入这个XR的这个绘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 API。那首先介绍一个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XR其实是分为VR、AR， 当然还包括比如说 XR 啊，但主要的现在来说是 VR 跟 AR。那它对我们的框架来说，它这个概念 VR 或 AR 叫做 mode 啊，就是模式。你今天做一个应用，肯定是要选一个模式的，不可能不选就直接开发了然后接着的话就是说会有一个 device 的概念，这个 device 其实就是说是这些硬件的一个软件概念啊，我们在我们引擎里叫做 XR device， 然后对 XR 来说，它有一个绘画的概念，那这个概念也是需要在设计这个框架的时候包进去的啊。然后在上面的话是一个 frame， 就是说 XR 它本身是需要起一个循环的，它跟我们那个 Windows 下面有个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啊，是一个平级的概念，至少在 Web2 里面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也有问题，我后面会讲。然后XR Session 呢，同时要管理这些硬件的一些输入跟事件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就是说我比如说今天这个XR的手柄动的这些，比如说我按了一个按钮怎么处理，这个是在这个 Session 里处理。那这个刚才讲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几大的一个概念啊。这里的话我讲一下这个关于 frame 这个概念。这里我会稍稍吐槽一下这个 Web2 里面有些我觉得从引擎设计者的角度讲不太合理的地方。刚才也说到，浏览器其实已经设计了一个 Window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那很奇怪的是，在 Web2 里面，就是如果你要进入一个XR的 Session， 你必须起一个这个 Web2 的这个 Request Manipulation， 这两个 IF 是互斥的，也就是说，你要启动一个XR的 Session IF， 你必须把 Windows 的 IF 给停下来。那
停下来之后，如果你进入这个 XR Session 的 IIF 里面，每一帧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点，就是说Web3 它干了一件就是让你觉得简单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会影响你整个引擎的渲染管线。它把这个就是相机拍下来的这一帧啊，直接覆盖到了这个 WebGL 的这个 Mayframe Buffer 上面啊，这样看起来简单了，但是事实上会比较就是过于暴力啊。比如说我今天有个需求，我想拿到这个相机的数据，去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识别，比如说识别出这个人的骨骼或者这个面部，那这个在Web3 现在这个框架下面，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当然，我也知道那个 Web3 现在有一个草案，能够获取这个 raw assets，那个图像就是那个 color buffer， 但现在来说还是有点问题。那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一个good design 是什么东西呢？是比如说像微信的这个 VK Session， 它可能设计的就比较好啊，就是他拿到的那个相机数据就是一个 GL 的 texture 啊，而不是直接覆盖那个 Mayframe Buffer 啊。如果能给的更彻底一点，就是你能直接拿到那个 Color Buffer 是最好的啊。我甚至可以，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交给 Native 去处理啊，我不用在 Web 端跑，或者交给一个那个另外一个线程 WebAssembly 的线程去处理。那在这个主循环里，还有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去处理一些 inputs， 比如说VR 的这个手柄啊，比如相机啊，这些都叫 inputs。那接下去我会讲一下这个 inputs。inputs 其实分为几大类啊，这个其实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比如说相机啊，相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inputs 啊。第二个的话是这个 controller， 就是这个手柄啊。第三个是手第四个是眼睛啊。其实 VR 的这个整个 VR 或XR的一个发展史也是慢慢越来越脱离这种硬件的一些设备啊。比如说现在 Vision Pro 啊，它已经支持这个眼动了啊，它已经完全抛弃了像以前这种手柄啊或者什么这种交互了。那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我们现在支持了第一个就是相机啊，相机这个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手机我拍下来的，怎么跟这个现实中的这个空间做一个融合呢？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硬件给这个相机的数据要映射到我今天引擎或者软件上的这个相机，对吧？因为我现实世界拍出来，我接着要渲染一些3D 的物体在上面，那空间肯定是要对齐，所以这里存在一个说设备的相机的这个数据要同步给引擎相机数据。那这里主要同步几个数据，一个是变换，一个是viewport， 还有一个就是投影的一个矩阵。好，那就着前面刚说到的那个 bad design 那一块，其实这里还衍生出一个 bad design， 就是Web3 里现在把那个相机的数据啊直接塞到这个 Mayframe Buffer 之后，WebGL 本质上是每一帧它会把前面那个 Color Buffer 给清除掉的啊，但是因为 Web3 这样处理，我们必须切换到这种 XR Session 的时候，我们必须加一个 Clear Mask， 就是说我不要清掉前面那一帧的这个 Color Buffer 啊，这样来保证我渲染管线是能够正常绘制 AR 的这个数据的。所以这种设计的话，其实是入侵了在我们引擎适配 Web3 的时候，其实入侵了我们的这个 rand pipe。下面还有2个小的一个注意点，就是在做这个相机的这个 input 接入的时候，第一块是做XR的这种眼镜，就是 VR 的这种眼镜接入的时候，因为眼镜是有两个的，不像手机那个摄像头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我说的 AR 的那个摄像头是只有一个。那在做 VR 的这种场景下面，渲染两个的话，首先你的相机是要
你的相机需要 attach 2次啊，左眼跟右眼。然后第二块的话，这里存在一个，你如果渲染2遍的话，存在那个焦扣翻倍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引擎里面啊，这个还没做啊，但是是认为可以优化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是可以合 P 的啊。眼镜里面 VR 眼镜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这个单词有点难读啊 ，Volation 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是说人的眼睛啊，这个视锥细胞对光的这种敏感度，它越周围的它就是越不敏感，越中间的它越敏感。这样在 VR 眼镜里面，它需要关注什么？就是说，我眼球看到中间的这个像素啊，事实上，渲染的需要密一点，周围可以渲染的疏一点，这样对整个渲染性能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渲染的一样密，那就很多像素就浪费了啊。这个在WebX 的这个标准里面其实都已经体现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设计框架的时候也把它考虑进去。那第二块的话是第二种 import 的话就是 controls。controls 其实包括很多啊，什么游戏手柄啊，什么都属于 controls。那这里的话，主要讲一下这种 VR 的手柄。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弓和箭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VR 的一个 demo 啊，弓和箭。那它在 VR 框架里面其实可以定义2种姿态，一种叫做 grip pose， 一种叫 target pose 啊。这2种姿态其实在这个弓箭里可以完全的比较好的反映出来。比如这个弓啊，它是比较适合用这种 grip pose 去开发的，因为它是就是垂直于这个手臂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然后这个箭它其实更像一个射击的更适合这种 target pose 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那个 CS 射击游戏，那是比较适合用这个 target pose 的。它像这种枪啊、剑啊之类的。那这个 controller 里面还有一些要关心的一些概念，除了这个 pose 之外，还有这个 buttons 啊。像这个手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手柄其实有好几个键啊，1个键、2个键、3个键、4个键、5个键啊。这5个键的话其实是 VR 手柄里面比较标准的定义。就是 select screen trigger A button B button 啊，那这些键的输入啊都是可以传给这个 session 去让它在每一帧去做运算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框架的时候，把这些事件做一个队列啊，就是做一个压流啊，防止这个事件过密的一些处理。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以这个 selector 举例啊，这个有点像我们做这个前端里面这个，比如说 mouse down 之后有个 mouse move， 然后 mouse up 啊，这个跟鼠标其实很像。selector 包括 screens 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前面主要是讲了这个 import， 接下去我讲一下这个一些 feature。feature 的话，有几类啊，主要的一类就是跟踪，然后跟踪之后的一个这个叫 hit test， 就是击中。然后还有一些 feature， 我们现在高级的 feature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的，比如说像深度估计啊，还有一些光照模拟啊，就是探针之类的。那跟踪这一块的话，也有一些几大类啊，一个就是点的跟踪，第二个是平面跟踪，第三个是图像的跟踪，还有一些比如说肢体脸的一些跟踪。那这一块我们现在框架里面主要实现了前3类。跟踪的一个管理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恶心的一个点啊，因为找跟踪点或者 create， 比如说我要指定哪个点要跟踪，或者哪个平面要跟踪，哪个图像要跟踪，这件事情在这个 WebX 标准里面现在是完全不统一的，就是听说就是各位专家的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对，然后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现状下面，我们指定了一些中间的状态啊，比如说submit。所以 submi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指定某一个比如平面或者点它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异步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返回，什么时候 resolve 啊或者 reject。那如果我在创建这个跟踪点或者跟踪平面的时候，用户把这个平面或者点又销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制成一个 waiting destroy 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等这个结果，比如 resolve 或者 reject 的时候，我们直接把它销毁掉啊，是这样的一个中间态。这个也是现在因为标准不统一，所以状态比较复杂。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物体跟踪完之后是跟踪，比如跟踪成功或者跟踪失败，或者说你要把它移出的时候，是要把它塞到几个队列里面去的，因为这些东西是要暴露给用户去用的啊。用户比如说要监听到，比如说某一个平面跟踪成功了，那它可能比如说要上面冒一些粒子效果，那这种的话是需要框架分装好抛给用户。我这里稍微展开讲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跟踪平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跟踪平面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平面，比如说是一个正方形或者是一个长方形。事实上 ，ARKit 或者 ARCore 抛给我们的时候，这个点平面跟踪识别出来是一个一个多边形啊，大概率是个凸多边形。然后引擎会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呢，它会引擎拿到这个之后呢，它其实会把它计算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这里看到的五颜六色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引擎绘制出来的，不是这个 ARCore 或者 ARKit 给我们的。然后如果做 hit test， 对引擎来说就要加一步，就是说我今天这样一个射线射出去，是不是在这个多边形内啊？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啊。那平面的话，设计的话，前面要考虑几块，一块就是平面的一个状态啊 ，mode， 就是到底是你今天要识别一个平面的水平的一个平面，还是一个垂直的平面啊？当然也有一些手机或者设备比较牛逼的能识别斜的啊，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这个平面的姿态也是一些，比如 position 啊、rotation 啊这种 TRS 的一些矩阵数据。那刚才讲完平面的这个识别，那图像的识别的话，这里会稍微复杂一点。一个就是说我今天在 WebX 里面，我今天要识别一些图像，我是可以传一个数组的，传一个 image bitmap 的一个数组，但是这个数组传进去之后就不能改了，在这个 session 下面啊，这个是比较蛋疼的地方。然后在这个 session 的 frame 里面会去追踪这个图像，然后这个图像呢，如果你传了一样，就是一张图片，你在这个空间中扫出来好几个的话，啊，就是相同图像在空间中存在好几遍，现在 WebX 是只能识别其中一个的，啊，不确定是哪一个，这个要看 ARKit，就是 WebKit 它那个 WebX 它本身的一个识别的一个能力。这里这个 demo 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一张卡上面，比如说播放一个像这种老体动画这种效果，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实现的。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 request checking score， 就是它会返回一个说这个当前这个图像是不是能够识别。那我觉得这个 API 设计的也比较诡异，叫 tracking score， 但是事实上它返回的是一个类似布尔值，就是说能不能追踪啊。前面讲了那么多，我稍微做一个小结啊。从最下面的一个叉 device、叉 session、叉 frame 啊，它是一个框架的核心的几个概念啊。到上面这个叉 import 分为 camera control 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叉 feature 啊，刚才也讲了，
那这些概念的话是组成了现在引擎里面框架的这个核心。那这里其实那个问题也做个小结，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XSession 对这个主循环的 IF 的一个入侵，包括Mayframe buffer 的一个入侵啊，其实这一块并不友好啊。希望接下去可能新的标准的这些草案会有一些变化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跟踪的这个几个 feature、image、anchor 还有 plan， 它的 API 不太一致啊，这个也是我们使用中感觉不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WebX，虽然它比 WebGPU 可能更稳定一点啊，就是很早之前浏览器可能都已经宣布这个 WebX 我们现在支持的比较好，但是事实上其实还有，因为 WebX 是一个有大量子标准组成的一个大的一个标准，它其实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子标准，现在还是这个 draft standard 的，甚至是 early draft 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也是希望需要我们在座的大家一起去努力的。最后我说一下进行中的一个事项，这里的话，因为我是在一个商业公司做这一块事情嘛，其实刚才也提到这个兼容性的问题啊，包括像 WebGPU、WebX 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是在 PC 上去谈的话，事实上对商业公司来说是价值不大的，因为我们大量业务都是运行在手机移动端的。现在，那我们端内的一些客户端的一些同学，就 native 的同学，他其实是要去做为这个 WebX 标准的接入做大量的这个努力的。那最底下大家可以看到 iOS、安卓、鸿蒙他们现在对应的这个AR 的底层的这个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啊。华为的那个老师也在，就华为的比如说 AI Engine 它就是一个自研的一个 AR 的一个引擎。那像安卓，那这一块碎片化都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一块怎么接到，比如说像支付宝这种超级 APP 里面去现在来说，我们是做了很多 hack 努力的，比如说像 iOS 这一块 ，iOS 那块苹果它可能就是迟迟的不去实现这一块，就是在手机端上不去实现这个 WebX 的这个自带的这种能力，那我们只好去，比如说去找了一下3年前 Firefox 的一个代码，那 Firefox 当时这块代码实现的时候 ，WebX 的标准都还不太稳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改一堆代码包括安卓这一块，我们在支付宝里面其实是分装成一个 MyWeb 的一个内核的，就是基于 Chromia 的一个内核。那在这个内核里面也要魔改很多东西。那还有一些像一些算法，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的，比如医院里面这种空间定位的这种算法，那都是需要自研的因为现在 WebX 里面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标准的，包括人脸的这个肢体人脸是有了一个 draft。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也在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编辑器这个编辑器大家可以理解为像 PlayCanvas 或者在线版的 Unity 这样的一个编辑器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XR的一个调试和开发的这个流程是在浏览器里进行的那